他是地表最色首富，他沾花，他惹草，他用来装情人的行宫就有5栋之多。他贪财，他好色，他为拿地皮贿赂官员。白天他是捐资助学的企业家，晚上他就化身成风流成性的老色胚。为了开枝散叶，他对情人们明码标价，生一个孩子奖励200万。这其中不乏一些00后的女孩们，甚至一些年轻的母亲们也跟随着一起住进了大别墅。不仅如此，据说他还效仿古代皇帝，设立一套翻牌子制度，生活可谓是奢靡至极。而他的结发妻子不仅对这些不管不问，甚至还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份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说的这个人就是湖南最色首富倪福林。他从一个农村穷小子蜕变成湖南省益阳市的首富。除此之外，他头顶诸多耀眼光环，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，曾是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委员、益阳市人大代表、湖南省深圳商会会长。然而在这光环之下，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生活圈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既拥有数不清的财富，又能轻易操控身边人的人生，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土皇帝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倪福林身上。他曾从泥土里爬出来，吃糠咽菜，靠双手从小兵做到地产巨头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无数人当成传奇的富豪，背后却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秘密。10名情妇，11个私生子，可以组建一个足球队，还有一座供自己声色犬马的皇家园林。在中国老百姓心中，勤劳致富是值得尊敬的，尤其像倪福林这样从农村娃摇身一变成为地产大亨，正好契合了逆袭神话。但与此同时，包养情妇、奖励私生子的新闻一出，立刻让舆论炸开锅。有人说他是传统家长制的翻版，是现代的皇帝生活；有人则强调他也做过慈善，修过路，是个懂得感恩的企业家。但他个人的荒唐事到底应不应该被原谅？他的财富成功是否替他的私德买了单？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疑问，可真相远比表面复杂。这场道德拉锯才刚刚开始。他的故事像极了那种老掉牙的电视剧。倪福林1949年出生在湖南益阳，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，基本上过着3天饿9顿的生活。就这样，他一直被饿到了16岁。当时我国的工业科技还不是太发达，能让人吃饱饭的或许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当兵。1965年12月，倪福林果断背上行囊参军入伍。穷苦出身的倪福林十分珍惜这次机会。倪福林来到的部队是福建某地对空导弹部队。不久后，他就跟随部队调至甘肃某地进行训练。在寒风凛冽的大西北，黄沙与戈壁交织的广袤天地间，倪福林经历着异常艰苦的军事训练生活。清晨，太阳还未升起，他便在刺骨的寒风中摸爬滚打，比同队的战友更要刻苦。正午时分，烈日高悬，照得沙砾散发出滚滚热浪。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战术演练。大西北艰苦的军事训练生活培养了他朴素而坚强的工作作风。在训练期间，倪福林总是班里第一个起床背毛主席语录，打扫卫生，每周坚持帮厨3-4个小时，所以他也是班里得到表扬最多的战士之一。在此期间，他遇到了结发妻子刘雪石。刘雪石温柔贤惠，样貌出众，曾一度让不少战友羡慕不已。1973年，两人登记结婚，这可把当时的倪福林高兴坏了。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以前吃不饱饭的自己，竟然会娶到这样的美女。而让他更想不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不仅妻妾成群，连孩子都多达11个。倪福林1978年转业至益阳市食杂果品公司，脱下军装进了食品公司，从最底层干起，随后又担任五金焦化公司的总经理。由于部队出身，见多识广，再加上倪福林的脑子好使，在职场生涯简直如鱼得水。他不是靠走关系，而是带着人瞎折腾市场，亲自跑客户，扭转了公司亏损，还自掏腰包为长沙修过路。那条荣南路成了当地的样板工程，父老乡亲提起来都竖大拇指。一个优秀且自律的人，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发光发热。公司在他的经营下，公司由2个半门面的小店变成有着9个批发公司，5个商场集团，由全省同行业同级企业的56位跃居第一，直接把流动资金从2万做到了4000万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倪福林被很多人熟知。这个时候的倪福林在商界已经小有名气，但是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，不允许单位给他配车。他坚持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。那个时候，倪福林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企业建设中。他不但要带着企业走向美好未来，还要兑现对员工的承诺，即改善员工的生活质量。
在倪福林的努力下，仅用了5年时间，他就被湖南省委省政府评为湖南优秀企业家，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分别授予劳动模范、全国优秀军转干部等称号。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倪福林还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公的接见。如果用一个词总结倪福林的前半生，那就是勤勤恳恳。虽然此时身上已经有着多项荣誉，但倪福林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骄傲，也没有满足现状而停滞不前。90年代初期，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，倪福林看准了房地产市场的潜力。1991年，倪福林同妻子刘雪石辗转多地考察，最终他决定在深圳安营扎寨。随后，倪福林通过向银行和富商贷款获得资金支持，并在1992年成立了福中福房地产开发公司。要知道，深圳在当时可被誉为遍地黄金。当然，所谓的遍地黄金也要看你会不会捡，而倪福林就是当年最会捡金子的人之一。但是要想做房地产，还得有地才行，这无疑给刚到深圳不久的倪福林出了一个难题。房地产最看重的是地理位置，如果地理位置偏远，老百姓们自然不愿意买账。但是好的地段，倪福林又拿不下来，这该怎么办？最终，倪福林决定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，别人都找地理位置优越的土地，他就偏要找地理位置偏远的土地。后来因为政策改变，倪福林的房地产没有做起来，直到8年后才有了起色。房子盖起来后，因楼盘位置偏远，谁都不看好它，甚至内行的人都十分肯定地说，你能够1个月卖1套就不错了。房子如果卖不出去，他就养活不了员工，而且如果没有住的话，这个楼盘就成了烂尾楼了，这问题就大了呀。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毛主席的身影突然在他脑海里浮现，他完全可以转换思路啊。倪福林把买房人群锁定在打工人身上，提出1万元入住政策。他的策略成功了，不但把房子卖了出去，而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在1996年又建设了福中福商业城。由此可见，倪福林之所以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就，是因为他没有忘记当初在西北部队时经历的种种困难，而这种困难也随之转换成军人那种能吃苦、能干事、有担当的优良品质。1998年，因为一些原因，倪福林把福中福从一家国有企业转型成为了倪福林的家族企业。从此，倪福林的人生开始走向巅峰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就积累到了身价100亿，其中幸福海岸和幸福港湾2个项目就卖出了上百亿的天价。然而发达后的倪福林并没有忘本，益阳是他的老家，而且邓公曾经说过要先带动贫困地区的富裕，所以他心甘情愿为家乡做建设。他先是在家乡修建养老院，还给许多山区贫困地区修建学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修建医院用于民生医疗。据了解，他在这些项目上的投资就足足有10亿之多。为了带动家乡当地经济，他更修建了许多3A 级景区。此时他的所作所为被称为大善人，毫不为过。但谁也不知道，在这些善意的背后还有着奢靡与行贿的故事。当他从房地产赚取第1桶金后，私生活就变得开始混乱了起来。他并不像普通人遮遮掩掩，而是光明正大地带着情人出入各种场所。起初他是以工作需要为由招聘秘书，并用金钱来为这些秘书铺路。在他眼里，只要能让情人高兴，钱不钱的无所谓。这种出手阔绰的男人也是深得情人们的欢心。就这样，他身边的情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些情人还把自己闺蜜给介绍了过来。可倪福林却忧郁了，因为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要解决，于是他就想到了修建行宫。不久之后，他回益阳继续投资企业，修桥铺路，资助学生。乡里人把他当救世主一样看待，但这只是生活的表面。同时，益阳黄家湖旅游度假村内出现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福林庄园。这座庄园分为中央主楼和10多座别墅，不止奢华考究。除了中间一栋为倪福林居住以外，旁边的其他几栋都住的是倪福林的情人。老百姓看着他盖起别墅，羡慕得直流口水，但庄园里到底有什么，没人能说得明白。不仅如此，当时他还将结发妻子刘雪石以及3个孩子一起接了过来居住。做完这一些后，他又开始效仿古代帝王，对情人们进行管理，采用翻牌子来让情人侍寝。那么倪福林妻子刘雪石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生气吗？答案肯定是生气的，但再生气也于事无补。其实在1993年，两人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当时倪福林的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，他们在外面有很多贷款没有审批下来。刘雪石心里清楚，如果自己和丈夫离婚消息传开了，那这些贷款很可能就下不来了，到时候的损失根本无法估量。
正因为刘雪石的理智，才造就了倪福林的狂妄。倪福林情人多了，就难免产生矛盾，所以他还为情人们制定了 KPI， 只要服务态度好，生育数量多，就会得到奖励。据说一个孩子就奖励200万，以及一些门面房。为了完成这些绩效指标，年轻的女孩们都会尽心尽力地伺候这位50多岁的老头。这段时间，情人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。倪福林给自己找了10个媳妇，他们为倪福林生下的孩子数量就有11个。这些情妇中不乏一些00后的女孩，年纪最小的出生于2000年，分娩时年龄最小的仅19岁，就连他们的母亲也比倪福林还要小上几岁。所以当倪福林看到一些漂亮的丈母娘时，他会直接让丈母娘住进别墅一起照顾。而这些丈母娘们不仅没有感觉别扭，反而认为能够攀上倪福林是自己修来的福分。你们说这种奢靡的生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据不完全统计，此时住在别墅里的妻子和情人共有10几位之多，并且都还经常吵架。最后忍无可忍的刘雪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让倪福林不要再生了。但倪福林却委屈地说，不是他想生，而是这些女人为了完成 KPI 指标赶着给他生。见倪福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刘雪石也只能选择沉默了。倪福林的生活看似一片风光，其实危机暗藏。外人眼巴巴看着他出入豪车，饭桌摆满海味，谁知美好背后，他个人生活早已乱成一锅粥。慢慢的，包养情妇的消息传出后，一时间家乡哗然，昔日的朋友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，成功男人和普通男人的区别不过是玩得起，有的愤愤不平，什么慈善家，哪有这么败家的？面对这些流言，他却显得毫不在意，表面看起来一切归于平静。他的生意依然红火，媒体还有意无意地宣传他捐款助学的善举。可更多反对的声音浮出水面，道德批判者质疑他有钱能任性到什么地步，女权主义者更是炮轰，利用金钱操控女性人生，就是现代版的人身买卖。但在法律尚未介入之前，他依然过着皇帝生活。人们表面上讨论他的成功，却在心底揣测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还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有曝光。可自2007年后，倪福林彻底把刘雪石惹怒了。当时刘雪石和自己的3个孩子手里还有很多公司股权，这让倪福林心里不舒服。毕竟2人已经离婚了，所以为了收回股权，倪福林使用了各种手段，最终公司股权全部弄到了手里，最后也只给了妻子与3个孩子几千万的补偿，但这几千万在那些补偿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气不过的刘雪石一纸诉状将倪福林告上了法庭，并且拿出了很多倪福林行贿贪污的证据。原来倪福林在90年代刚进入深圳时，能快速积累财富成为亿万富豪，和他的世故人情脱不开关系。说倪福林利用权力、金钱行不法之事，涉及贿赂官员、违规出售楼盘，甚至强迫女员工成为情妇。他多次贿赂官员，通过暗箱操作拿到地皮，并且还拿出了一本关于倪福林的情妇花名册，上面记载的都是倪福林的莺莺燕燕。随着有关部门调查展开，倪福林厚厚的伪装逐渐被扒掉，励志故事直接变成了法制新闻调查组进驻，查证到大量违法证据。群众这才发现，他为了维持奢侈生活，早已不择手段，违规盖房、贪污受贿、坑害购房者、打压反对声音。原来看似稳如磐石的商业王国，不过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座上。正当警方便要收网时，倪福林却突然失踪。他不是硬碰硬扛法，而是玩起了躲猫猫，东藏西躲，用尽钱和关系逃脱制裁。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，这场权色交易、财富游戏竟然以逃亡做收尾，简直比电视剧还戏剧。外界一度传言倪福林要玩完了，甚至以为他早就进了看守所，但现实又一次让人跌破眼镜。2018年他因病住院，居然胆大包天地用自己身份证挂号。警察得到消息后火速赶往医院，按理说要抓住一个大活人并不难，可这时的倪福林又玩起花招，明明能下地走路，他却躺在病床上插满各种管子，装得像半截入土的样子。警方考虑他身体状况，没有强制带走他，没想到转眼他竟然再次消失，如此反转，堪比警匪电影。自此，倪福林仿佛从人间蒸发，成为悬而未决的老赖和在陶洪通人员。他的事暂时平息，大家都摸不清他下步会玩什么花样。可谁都知道，这场捉迷藏其实背后是法律、道德、金钱3股力量的拉锯。真正的残局还远未结束。有人觉得
倪福林的人生应称得上传奇，毕竟能从农村小子熬成巨富实在不容易。然而细想想，难道财富真能掩盖掉一切恶行吗？他当年修路做慈善，媒体吹得神乎其神，如今出了事儿，这些优点会不会突然变成遮羞布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这种高手也不过是玩资本的把戏，谁还不会两面派？要真信了有钱能解决一切，那不就成了笑话？别人兜兜转转几十年还是普通打工人，倪福林靠关系靠运气就能吃香喝辣，还能开后宫，这种双标逻辑越想越荒唐。他的身世和能力本来可以成为正面榜样，可挥霍到极致就变成了反面教科书。他打着成功企业家的旗号，却践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。他用扶贫的幌子博取掌声，私底下却靠着肮脏手段享乐至上。这种人如果还能变成致富神话，那老老实实的普通人是不是该反思下该卷还是该躺？所以问题来了，倪福林这样的致富典型，到底是我们该仰望的奋斗目标，还是社会警惕的负面教材？有的人会说，你不服气，是你没本事。还有人反问，如果换成你，有几个人能挡住财富和美色的诱惑？可也有人质问，难道赚了钱做了恶，只要有点善举就能一笔勾销？各位怎么看？是该羡慕他的一夜暴富，还是警惕背后的人性黑洞？你觉得如果他早被法律惩治，咱们的社会会不会更公平一点？这些年警方也曾发现了倪福林的一些行踪，可由于倪福林人脉极广，脑子灵活，每次循着线索找过去时都被他给跑了。这些年他的前妻刘雪石更多次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倪福林归还股权，但都因为各种法律原因被驳回。尽管仍在外逃亡，75岁的倪福林继续管理着自己的后宫，继续生儿育女。朋友们看完此片有何感想？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你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些富豪们，他们一个人就能造就几百个光棍。但也不可否认，倪福林也确实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慈善事业。咱们下期再见。